好，接下来谈谈的是粮食问题，全球粮食问题出现了吗？金砖五国马上8月底就要召开了，这一次呢5缺1，包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会到这个南非去做这个国事访问，有印度的总理莫迪、巴西总统鲁拉，那么还有南非总统拉马佛沙。不过呢，普京这次不会参与。但今年金砖峰会呢，会讨论什么议题呢？被认为是扩员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增加很多会员国啊。以下数一数，有20个国家是等着排队要加入包括了阿根廷啊、联酋啊、沙国啊、印尼等等，其中还有这个法国。其中玻利维亚总统就说了，金砖国家的存在呢，是让我们可以无损的，也继续有尊严的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其中玻利维亚呢，当然拥有丰富的矿产啊、油气啊，位居世界的前列，还有南美洲第2大的天然气田哦。所以中俄近期正在加大投资开发的力道。但是呢，马克宏法国总统他之前也曾经一再的表示说，他也考虑希望能够成为观察员，想要加入这个金砖组织。不过南非外长不太给面子，直接公开的讲他并没有受邀，他没有邀请马克宏到约翰尼斯堡来参加金砖国家的峰会。俄国的副外长甚至公开讲他不是适当的客人，挺尴尬的但无论如何，这个粮仓的问题为什么变成世界重要的问题呢？包括了这些资源跟粮食，在中国的部分最近受到了重大的暴雨的重创，在包括了黑龙江、哈尔滨这些洪水损毁的良田已经高达了目前9万公顷，根据目前最新的数字。那么在上志市这个地方60年都没有碰过的强降雨，突然我相信这个地球的强烈的气候变迁议题，真的强降雨在很多地方都突然的发生，超过了42575公顷的庄稼都毁于一旦，都在汪洋当中了。所以整个东北的粮仓遭受了严重的水灾。美国的媒体 CNN 公开的报道说，14亿人口粮食安全堪忧，甚至会不会吃不饱呢？还推升了国际的粮价。杜苏芮台风在台湾造成的影响，除了南投现在还有土石流的灾情持续，还有一些人受困之外，但是在中国大陆的部分，河北、河南、山东、湖南这些地方都严重影响了，而这些地方都是产粮的大省，所以对于中国的粮食生产的确产生了一些冲击跟影响。我们算算它的粮食生产量有多大，其实蛮惊人的。河南的粮食总产量是等于法国一个国家的产量，而山东的粮食产量是等于整个加拿大国家的产量，而江西啦、安徽啊这2省的粮食产量也都超过泰国。可见他们除了自己食用之外，外销可能产生对于全球的冲击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而米价现在正在冲上新高，是印度来讲，它甚至冲上了12年的新高，连印度都开始禁运部分的稻米来出口。国际米价今年大涨了20%的这么高的比例。2022年呢，印度出口大概是2200万吨了占全球贸易量的40%之多。但是今年从7月20号开始，为了确保国内会足够的关系，新德里都下令不可以出口咯。有些部分甚至对于半数的印度稻米会甚至就控制不准出口。所以世界上的这个粮仓有的灾情，有的禁止出口，粮价又不断的上升。乌克兰在俄乌战争这场当然也是如此。黑海本来有一个谷物协议，让俄罗斯在这个战争当中还可以维持一部分这个粮仓粮食出口的这样子的海运出口的可能性，但现在呢，俄罗斯已经不遵守了所以乌克兰就呼吁突然转向战场到黑海去了。他警告俄罗斯6个港口都处于战争的危险区，小麦延续会继续上涨飙升。那俄罗斯还轰了乌克兰的粮仓港口，全球的粮价都要飞升。欧盟因此痛批欧盟是最惨的，欧洲国家油价、能源，现在粮食也是。然后他痛批以粮食当武器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些储存设施已经破坏了整个黑海谷物协议，都成为一个全球非常重大的隐忧。但中俄呢，现在倒是有一个合作的措施，叫做共建粮仓这个是首批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建立了俄罗斯有大批的大豆啦，还有其他的这个小麦、大麦，以这个从俄罗斯进口之后呢，要降低的就是澳洲、美国、加拿大这些本来的国家进口的依赖度自己想出办法来。所以中国大局取消的粮食进口订单，就是针对
不要再太依赖美国而来啊。今年中国春季大规模取消的粮食进口订单呢，包括了4月、5月要进口的110万吨的美国玉米啊。当然，习近平说的是要落实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这样的方针，对美国来讲，恐怕也是必须忧心的议题啊。赖老师怎么看？从这个金砖5国的发展到现在，整个粮食对于全球战争啊、天灾啊各种问题，金砖5国的分量超过了 G7 啊，这应该是从今年开始发生的。这个最主要的不只是土地面积大，而且人口多，中印2国加起来就28亿多人口了啊。如果再加上俄罗斯的1亿多啊，南非的等这些巴西的，那它事实上人口数大，而且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已经到12000、13000了，所以它的购买力的强韧啊，很明显的它的影响力比 G7 还要大了。那在平准购买力这个部分里面，它的GDP 已经超过了G7 的 GDP， 所以它在国际间的分量事实上已经超越了 G7。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变动中新的时代的来临。以前欧美人无法理解，因为他们过去这些富有的工业化的国家支配了全球的经济秩序，但他们现在在日本广岛会议中所呈现出来的，他们再也没有办法主导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了。那因此金砖5国在今年中就显得额外的重视。第一个，他要处理扩容的问题，原本是巴西跟印度是反对，可是他反对的就会制造得罪很多人。例如说你巴西，你要得罪海湾国家吗？因为海湾国家他们申请要加入，而且你南方还有个阿根廷，他也申请要加入。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巴西是反对，很快的他改口了，说我没有反对，误会啊。然后接着呢就是印度了，印度一看这个巴西已经转变了，那印度变成孤立了，那印度要变成跟40几个国家为敌，那印度想想哦，我没那么笨，他也改口了，说哎那个都是乱说啊，从来没有说过有啦，大家明明白白听你说，你们拒绝了。现在金砖5国都同意扩容了，正式提出申请有20几个国家。目前讨论的第一批，所以大家就在看这一批加入的海湾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啦，甚至阿根廷啦、埃及也在申请啦，等等，很多国家都在排。那因此呢，今年如果加入的第一批的话，像委内瑞拉也都提出申请了，所以大家都在看它如何扩容，那它的经济体就更大了。那第二个呢，他们在去美元化。所以这次讨论可能会讨论是不是要有一个金砖5国的货币，还是用哪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金砖5国内的流通货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会影响到这个世界金融秩序的。那您提到的法国的马克龙，那俄国当然就这样子给他施加压力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改变你对俄国的态度的话，那你要参加就很困难了。但是如果你改变跟俄国的态度，那我这边就不会反对了。所以那当然要看马克龙最后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这一次的重创很严重，可是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从去年开始中国就在储粮了，所以理论上讲，那因为当时全世界就在注意中国为什么一直在储粮那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储粮的战略是正确的，因此今年受到了伤害。你看，在大陆里面没有听到有任何紧张，那是代表什么？第一个，它的储粮中可以释放出一部分的粮仓，这第一部分。第二个就是它的经济力够大了，所以它从国外购买粮食进口的价格，它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但是问题就在于粮价一定会被推升往上走。的确，在全球的粮价都一直上升的情况之下对于各国都产生冲击。俄乌战争当中，看起来最紧张的反而是欧洲国家嘛，严老师。我觉得当然就是俄乌战争，除了欧洲国家之外，其实非洲国家因为受到谷物的影响嘛所以你看这一次在这个圣彼得堡开的这个中非高峰会俄非高峰会，那个时候就已经决定，就是说，这个粮食大家都觉得说，怎么会粮食这么重要的议题，你怎么会在峰会之前决定不续了不续这个约，就是让粮食造成一个问题。可是当时我们也看到，在峰会的时候，俄罗斯马上说
它会继续供应非洲的粮食，特别就是说会特别照顾几个就是跟他比较亲近的国家，包括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跟马利。你一听哦，这3个都是有瓦格纳集团的原来如此。然后还有一个厄立垂亚，就是在我侵略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一直反对制裁，反对就是唯一的非洲国家会不赞成联合国常理那个就是大会的投票的。所以俄罗斯也拿粮食当工具，就是说我在非洲做我在外交，可是我真的很同情你们法国的马克宏，因为马克宏上任为什么是他的法国？因为他是留学法国的是因为马克宏上任之后去过非洲20多个国家，然后就是说非洲去访问也20多次。结果落得这个下场，然后你想想看，他之前我们看到在尼日的这个军事政变，然后他们把法国人就说要赶出去，然后欢迎普丁万岁然后你就看那个他有去参加过2、3年前去参加过萨赫尔地区，就是撒哈拉沙漠南边这5个他们有一个反恐的这些他带领的，结果领导人全部都换了，对，尴尬，只剩下尼日，尼日也换了领导人了嘛，对，所以你就一看就觉得说，搞了个半天，他比美国认真在经营，结果落了这个下场。那俄罗斯现在当然就是在非洲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普丁不去参加这个金砖5国的峰会，我觉得也还好了，因为避免给南非尴尬嘛。但事实上，我认为他去参加，南非也不会任由这个来逮捕为什么？因为几年前这个苏丹的总统那个欧马巴希尔被国际刑事法庭通缉，他去南非开会，南非还是放他回去了。那时候大家有抗议，但是我觉得普丁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决定，就是说，我自己在我家圣彼得堡，我搞个峰会先这个表示我还是一个老大嘛，那就够了，我不一定要参加这个峰会。但至于这个峰会，我觉得扩大真的是代表，就是说有一个 alternative， 一个替代的选择。以后，我已经帮他去选好他的货币了，就叫 nugget， 就叫金块，就是丹佛金块，对吗 ？nugget， 你看这样的一个新的货币出来的话，那真的会挑战美元的。的确在各种不同的金融体系，大家想尽办法，粮仓也要自己串联不然是真的没有办法应付。我们现在在谈这个粮食问题，其实也跟以前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是真的完全不同一种脉络跟架构。我们知道说这个打仗之间就断对方的粮草，是那这个可以理解的。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了，现在这种大国之间的角力跟竞争，竟然可以是让对方比如说吃不饱，用粮食来当做一种武器，这个是完全是新的概念。那这次中国大陆因为杜苏芮台风这个一个席卷灾情非常非常严重了，而且其实你看这几个大国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美国都是个粮仓大国。那从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就发现说，呀，这个问题浮现出来，这个黑海的都那么运出来。你看那个印度多厉害，一看到普丁宣布说，我不一定保障这个黑海的粮食能够出来，印度马上讲说，我们就不再输出了。他本来印度是很重要的一个粮食输出大国，马上刀在手上，当做一种谈判的筹码，提高他国家的身价。说真的，这种玩的都已经，我是觉得不是太好。好，那现在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这几个大国里面，相对于比如说美国、巴西，它人口很多，过去是毛泽东时代是主张自给自足的。那什么改革开放之后大家国际贸易这全球化。可就发现说，原来如果大家好好相处，你来我往，互补有无，那我缺了我就买。本来觉得说不必要太在乎，这几年就发现不对了，所以他们习近平开始就提出说，饭碗要端在自己手上，你不能饭碗端在别人手上，人家把饭碗收了扎了，那就活不下去了，没饭可吃了，就发现它是个国安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开始尽量不要让很多很好的耕地拿去过度的开发，甚至有一些东西应该是收回来。可是，在转型过程中，你看美国人是怎么样的把它当武器？那更重要是这一次如果是天灾，讲到天灾，现在的天灾又跟过去不一样，这个气候变迁更是我们的老祖宗不会碰到这个，所以你看从天灾到过去的合理一定程度的蛮横的人祸之外，是
现在的人或是拿粮食当武器当战争，所以现在这个粮食问题完全不可以用过去简单用人道说，哎呀，这美国人这种人根本没有把人道看在眼里，要能够用武器让打击对方，能够让对方致命，美国人是毫不手软。所以中国经过这一次这个杜苏芮之后，更应该警觉，如果内部没有办法足够的充分的时候，一打起仗来，美国人一卡脖子，不要讲晶片，连粮食都会变成致命的。美国要抗中手法很多哦，不只是经济啦、科技战啊，现在有越来越多这些新闻看起来都觉得，这种叫做更加深的事件的仇恨值。例如最近这2天引起很多关注的新闻，叫做美国的媒体报道啊，在加州发现了中国的非法实验室，这是一个民众去检举发现的，就发现居然加州佛瑞诺县这个地方有个仓库，是大陆的医疗机构非法经营实验室，里面储存有什么危险的材料啊？说数千瓶含有传染病毒的液体呀，包括有20种病原体，什么冠状病毒、艾滋病、肝炎、疟疾等等，还有大概1000只左右的小白鼠。这告诉大家说，他美方发布讯息，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会对当地的人民发动生物武器的战争忧虑啊。那如果亚洲爆发战争的话，华裔资深研究员张家敦甚至跳出来说，中国开的第一枪可能就是像这样，在美国各地传播病原体，借以削弱因应亚洲局势的能力吗？听起来很恐怖，但是他们可是很认真看待的。包括美国参议员恩斯特还特别为这个新闻说，中国啊不仅在我们的后院，还在我们的房子里面非法进行危险的研究。美国众议员科斯塔是说，中国继续隐瞒、扭曲新冠病毒的讯息，很担心实验室跟中国之间是不是有怎么样紧密的联系哦。像这样的抗中讯息，其实不止如此，还有连骇客都不断的发出讯息，说中国骇客呢渗入了日本的国防网络窃取情资。从拜登上任之后，他们说啊，中国骇客仍然存在日本国防系统里，意识到资安外泄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其中《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在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植入了恶意的软体来干扰美军行动，有这么厉害吗？甚至最新的一个消息是说，有2位一个月26岁，一个月22岁，都是美国的海军。这2位军官呢，让中国买走了非常敏感的情资啊，才花了几十万台币而已。而这2名海军已经正式遭到司法部起诉了，甚至还有涉嫌运作中国秘密警察局、美国纽约检调单位逮捕两位男子哦，这2位都说是侵犯主权等等的甚至美国还制裁了招聘外国飞行员来帮忙训练中国空军的公司。一连串的做法看起来就是要把这个中国大陆的围堵做成一个危害到美国本土非常重大的这个损害。但《纽约时报》还报道美国科技大亨金援数亿美元来支持中国的大外宣。这位是科技大亨辛汉，跟中国政府媒体机构，他这么形容是密切合作。金援里面在帮中国做宣传啊，甚至还有他出现在研讨会里面的画面，有红色锤子啊、镰刀啊、做笔记啊。所以啊，只要亲中跟中国有合作，就会被拿来当做跟我们台湾很像抗中保台、扣红帽子。比尔盖茨、马斯克、萨克斯呢，不是都是这样吗？所以要对抗中国呢，在美方这个政府机构智库甚至提出来说，白宫应该成立专门团队，很严重啊。正在武装冲突范围之内发动这各种的空前的政治作战，所以美国必须因应来才能够对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甚至要让中国的网络防火墙长城上面要开一个洞让他们没有办法继续侵害美国影响赖教授，听起来这一连串事件都是在美国媒体所发布的好恐怖啊！我刚刚去看了一下新闻来源这个《世界日报》登的比较大然后这个大纪元也登得很大自由时报也登得很大那很多绿营的媒体都登得很大可是这个新闻里面没有新闻来源也就是说你一直追他们的新闻来源，你会觉得没头没脑的一个新闻，很奇怪。然后大家就问说，那去说有人举报，然后破获，然后这么大，然后有没有逮捕人？没有报道。到底是谁来主持这么庞大的一个实验室？也没有说。也就是说，谁主持没有说。然后那个研究员是谁？没有说。那个拘留了多少人？英国的 Daily
没有，也有报道。然后他们有谈到了一个，就是说，引述了说拥有这个实验室的财产的所有人是另外一个州，他拥有这个财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去过。然后，但是问题就在我们要问的问题就在于，那没头没脑的一堆人。好，那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好了，那他的这个病毒的原生病种是从大陆带过去的，还是美国的原生病种？啊，也没说。那会不会它是美国的原生病种呢？例如说艾滋病，艾滋病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是传染开始的嘛，那是源头是在美国嘛。那也就是说，这些原生病种是不是都当地的？我也不晓得哈。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报道。但是张家敦马上就跳出来了，这位中国崩溃论的作者马上就跳出来了，厉害啊！我也很佩服这些恨中国恨到这种地步的中国人，华裔的美国人可以恨自己的国家，恨自己的出生地或者不要说出生地了，恨自己有血缘有关的国家，可以恨到这么深，这个真的也不容易耶。这真的是了不起啊！这个就跟有一位好像余茂春吧，好像是他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然后大陆人，然后到美国去读书，从此以后恨中国人恨到这个地步，恨到这种深，我坦白说真的是很不能理解。才符合美国价值嘛？那这个这样我就理解了，这样我就理解有一些他的父母是从大陆来的，然后在台湾出生，然后加入民进党成为台独的。然后恨外省人就是恨外省人恨到那种程度这个我可以理解了因为他要符合民进党的价值，所以他要恨他的原生父母，恨到这个程度，这不容易。好，但是我只是故意讽刺了，调侃了哈。不过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在做网军，台湾也很厉害情报战，美国指控中国大陆骇客骇进去。那美国有没有对大陆骇客？日本有没有想办法要害进中国大陆？有嘛？所以大家都在做的时候，就不要大做文章了，因为美国的骇客，我想也是很凶的那我的电脑也常常会有奇怪的东西出现嘛就是关键人士不是，有的时候就会怎么会亮起来了？有时候关掉嘛，这个我都知道嘛，这个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嘛。而且你看我为什么会一直不用不太用台湾的软体那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嘛。然后我也知道国民党的有一群有自己的群组，然后都在 LINE， 然后每天在那边传达讯息。那我也觉得我已经有提醒他们的，不要在上面传达讯息。你一传达，那个对方马上就知道了，你怎么还在那边写东西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但是每个国家都在传播它的美好的东西，美国人也在传播他的美国梦，而且是卯足全力传播他的美国梦。而且从好莱坞到美国官方，到每天都在讲美国梦，美国梦，但是他们从来不告诉大家，到美国去寻找美国梦而没有成功的，有多少人是悲惨的这一生悲惨的下场。有多少人沦入妓院里面？有多少人沦入黑社会？有多少人死得不明不白？他们从来不会告诉大家实话说，有更多的人死得非常的悲惨，这一生的命运全部毁了。可是他们在标榜进入美国寻找美国梦成功的那一些人，这难道也就是在宣传美国的好吗？都在做宣传嘛，你也做，大家都做，真的就不要大惊小怪了。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在中美对抗里头，现在越来越多是仇恨值啦，更小的新闻事件啊。现在在美国的媒体上所看到的，哇，又有恶意软件，然后又有这个各种的维基骇客的入侵，甚至有生物实验室非法被发现。尹老师怎么看？我觉得我们看美国讲别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也不必多做太多的过度的反应。为什么？美国自己好莱坞已经帮他们拍了很多告诉我们他们做些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你不要，我觉得美国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圣经里头讲那个叫做自以为义self-righteous， 觉得我自己是好的，别人都不好。那我觉得你自己也做这些事情，
你就不必再讲别人。那另外，当然我要对我的这个Gordon 张啊，我要讲一句话：你2001年说的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即将崩溃的中国，然后他那个时候预测是2011年，对，2021也过了，现在，所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因为我觉得喊这种东西很过瘾啊，就是你反正喊着 coming，it's coming，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他每一次台湾也蛮喜欢他，因为他会来，他还拜访过我办公室，访问过我啊，那他来就是我们政府安排邀请他来，然后骂几句对岸。然后唱衰一下对岸，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不要被美国有一些他就是根本也不算是什么真正的咖，那你就把他只因为唱衰对岸，你就把他捧得还不错，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要还是要分辨一下吧，就是说即使有一些人可能对岸没有唱衰，像最近那个 Jeffrey Sachs 来台湾的，那民进党绝对不会要碰他，因为他对大陆算是比较友善一些的那可是他是真正的大咖对你真正大咖，你还是要用我们讲说精准的国际趋势，对，要用你的学术，要让他的在联合国这些成就来对待他嘛。那有的时候不是咖的，只因为喊了一个对岸骂一骂，我们连总统都要接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我很希望我们的政府真的是可以区分。我觉得我们过去真的，我刚回台湾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国民党跟民进党有些节目主持还是两个人共同主持国民党跟民进党一边一个。那个时候虽然有竞争，但是没有这么对立到这个地步，而且那个时候还真有一点点用人为才，现在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连外国人我们也不是用人为，就是也不是以他们的才干来做决定，也是以把外国人的立场来作为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这不就是标准的认知作战吗？对。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中美对抗是认知作战、情报战。最近整个新闻越来越多，有被起诉的啦，有被这个泄露军情的啦。那郑老师怎么看？双方这方面的资讯越来越激烈。刚刚严老师说不要过度反应，但我是觉得还是应该适度的反击，把它揭穿。因为什么？因为台湾的传播情境是非常扭曲的，就美国人放个屁。明明是臭的，闻久了变成香的，就像那个刀郎最近那个颠倒歌是非黑白都颠倒在台湾。你看看，我举个例子，今天如果有个黑道呛枪说我要对这个警察怎么样，被警察抓到说言之凿凿，还真有，你觉得警察会放过吗？会让黑道这么嚣张吗？如果今天像美国讲说，在加州什么地方找到中国的这些设备，是准备在那边搞细菌战，美国是多大号称，他就是国际警察嘛。如果真的中国像他讲的这么邪恶，会雷声大雨点小，他早就逮的是怎么弄的？今天中国还有活路啊！你看看当年那个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拿的洗衣粉假的都可以当作病毒，把伊拉克打得一塌糊涂。更何况如果这次找到是真的，你觉得美国是吃素的吗？你光看他这种表达的手法，就是这个根本就是在制造环境，为这个为什么？那这个有事之事一定要找出有没有清楚证据才能够指控有效，但是美国人不必。美国人他反正就是世界上的媒体都他掌控了，再加上在台湾的像这种亲美的，美国说什么都是对的，他就对中国的栽赃跟污蔑不必证据都可以产生效果，这是他们非常非常可恶的。大家好，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起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加入讨论国际以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教授。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公约人士郑春琪老师。大家好。看看选战消息今天是父亲节，那么对于一个父亲来讲，选战里头的角色是什么呢？昨天赖清德副总统上了这个郑红怡的访问，特别被问到这一题啦，你的孩子在哪里？别比狗啦在美国你的2个孩子在美国呀，那你是不是美国人的阿公呢？这一题听起来有点辛辣这个后来赖清德怎么回答？他说我的小儿子已经回到了台湾上班了，老大在美国结婚生了一个孩子，但他只是在美国那里磨功夫而已。
磨啊磨，功夫磨得够熟之后也要回来的，所以这题不用再讲了啊。当时他是这样说的，孩子都要回来的哦。那其实郑弘仪问这一题，是不是自己也蛮了解这个心情啊？因为这个爸爸他的孩子也是在美国啊，所以休假当时请辞节目是到美国去看孩子的哦。所以网友当然很多人讨论起来就会说，哎呀，爱台湾的住美国，中共同路人住台湾，爱台是工作，旅美是生活，所以特别有感吗？再看看蔡总统好了。他自己当时出访过境美国的时候，曾经讲，哇，他跟胞姐姐姐在美国团聚，好开心哦。然后蔡总统说，我们整个 family 都在这里，整家人都在美国啦哦。所以赖清德才2个儿子到美国而已啊，蔡总统才真的是全家人大部分 family 哦都很激动。为什么？因为都在美国，所以见到面了哦。所以两岸的议题在赖清德的口里呢，有一些新的解释哟。那么要把这个标签叫做台独精神这个标签贴掉哦，他的各种回应如何？所谓依赖论，美国现在对他的怀疑，他的回应是在美国的立场上面，希望台湾是亲中的政权，还是走向友美的政权，这个不难分辨啊。他已经讲得很白了，就是要去跟美国站在一起，而且他还说啊，我们没有要反攻大陆哦，只有他要并吞台湾，强调是可以跟中国做朋友的。他当时之前在8月6号才刚刚发生的这个全国牙医体系的后援会成立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与其说是在美中之间做选择，倒不如说是在敌人跟朋友之间做选择。要做朋友，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啊？有些人大家有点搞不清楚了，到底哪个是他的朋友，哪个是他的敌人？那么甚至在5月28号的时候，他也曾经公开的谈对岸是说，我们要用备战、避战取得和平。所以台独精孙的标签撕得掉嘛？赖清德自己怎么说呢？他说他不接受自己被说是台独精孙哦，他这个标签呢，只有政治金童。他是政治金童，没有金孙，然后大家拢是韩籍仔囝了哦，他是最小的，所以不可能是金孙啊。过去自称，而且不是别人说他，是他自己说的，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是根据事实，所以现在是金童了，已经不是金孙了吗？所以他要撕掉台独金孙这个标签的时候，当然很多网友讨论说，哇，那独派们强力一辈子支持他的这一些独派的大佬们，可能会哭晕在厕所吗？甚至这个时候，他把土豆都拿来玩抗中的语言游戏哦。他说，土豆呢，在中国是马铃薯。在台湾是花生、头刀哦，花生，所以两边的地方呢，连定义都不一样，所以台独对于双方的定义也不一样。所谓的台独在台湾就是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当然，我们趣味想一想了哦，土豆在台湾其实真的不叫土豆吗？我们也有醋溜土豆丝啊，土豆丝在菜市场也看得到啊。那其实这个用这个土豆来作为政治的意识的分野，大家听得懂吗？还是又觉得被他弄得更不飒飒呢？麻生太郎前首相，日本的现在自民党的副主席到台湾来了，在会见相关的官员的过程当中，他表达他的看法。对于台海的安全来说，他认为只有嚇阻才能避免台海战争。台湾必须要表达动武的意志，甚至要准备好战争。他甚至讲最关键就是要让对手充分了解自身有不惜动武、维护台海稳定安全的明确意志。这对照下来，我们到底是交朋友，两岸之间到底要安全和平，还是准备战争呢？郑老师。他昨天接受这个我很不喜欢那一咖的访问了哈。第一个，他当然是有备而来，双方一问一答，那个主持人问的题目都是准备给他洗白用的。那为什么这个样？我第一个判断就是说，两岸会不会发生战争？台独这个主张会不会引发战争？他们也知道这次对选票会带来影响，所以赶快希望这边用谁都希望把它淡化。好，我认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是这样的。那第一个，我认为说讲他的2个小孩。当然有这种可能，但是我认为这不是重点哈。小孩就比如说各自选择，甚至就算他2个小孩回到台湾，战争一来，美国人一接还是跑掉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跟他追究没什么用。那特别是他重点是赖清德讲说他不会让他发生战争，他要主张和平。可是他的论述是什么玩意儿呢？他的论述是充满了欺骗性。第一个，他想把台独洗白，他说没有台独金孙，就政治金童。那我头壳就有点灰啊。政治有没有包括台独？台湾的政治有没有包括台独？有啊。
如果有政治金童，那也表示有台独金童嘛。你看这个台独金童，他说不是台独金孙，然后把台独金孙完全抹灭掉，说我是个政治金童，只有政治金童。我告诉你，就算政治金童，你也是台独金童。那我不晓得那些所谓的始终的台独，听到这样一直撇，作何感想？他们会原谅他啊？他在玩欺骗术嘛？哦，是咱自己的人啦。你的死台独，如果今天有出来修理你，我就佩服你。没有嘛？他们就是很接受嘛。我再举个例子，他这次讲说要跟以前讲过要跟中国搞兄弟之邦。当然这一次说到朋友，我先讲兄弟之邦。柯文哲讲说两岸一家亲，被打得多惨啊！什么家什么亲都不行。他讲兄弟之邦就可以，兄弟就有血缘了。是，你看这些台独都没有出来打他，这不是双重标准吗？台独说啊，这是骗术啦，这是骗人家话术。对啊，他就不是这赤裸裸这个玩意儿吗？好，他现在只讲说，我们朋友，我们从来就不准备跟这个老共为敌。你这个是真的眼睛说瞎话。就算你要跟老共当朋友，那你要知道啊，中美现在是什么关系？是敌对关系啊。你想跟中国当朋友，可是美国是他的敌人啊！你今天说你可以亲中，但我告诉你，你是亲中爱美，你对那个美国是爱。那我今天老郑说你当我朋友是假的啊！你跟我的敌人这么近，所以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当中国的朋友，就算理论上有可能，第一步先反美，让老公放心，说至少你不会当美国的走狗。他们不但是美国的走狗，都对不起狗，他们就是美国的奴隶哦，讲奴隶都太高了，你就是美国的傀儡。叫你骚扰台湾，叫你刺激台湾，叫你拿台独去刺激中国，你们就奉命行事就干嘛？你在这种情况之下讲说两岸不会冲突啊，是老共要统一我们，我们都没有刺激他们，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你讲给台湾没有个人相信，可是怎么样？公然在他们这个绿的节目里面在那胡扯，在那洗白，再这样子弄，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他欺骗。然后他昨天就玩这个调包的意思。人家这个做题目给他说你是务实的台独，他就讲说务实的台独，他的台独现在的定义就是台独就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你讲这话有什么鸟用呢？我收回了哈，有什么用呢？你也可以讲说台南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也通啊？本来不是就是问题，你为什么不这样讲？又这么讲台湾？那个主持人问他说：“那这个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他就闪烁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台湾。”好像很难讲中华民国4个字哦。就是在那边耍话术，在那边欺骗老百姓。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要特别做这个？当然知道被公刀要害，下面都是谈利害关系。他的小孩是某种程度的指标，但更重要是他的主张跟他的价值观。他的利益之所在，大家将问说：“那你要维持和平？”他还讲个东西，他说啊，和平啊是靠实力，是实力原则。好啊，那我就这一句来跟你分。如果分析，如果是实力原则，那两岸摊开来啊。他认为说台湾有实力就可以维持和平。我跟你讲，今天如果把外面的因素撇开，台湾的实力跟中国大陆对岸的实力，你真的摊开来，你台湾的实力。什么综合的、军事的、经济是中共的对手吗？如果不是对手，你说只要我们有实力就可以维持和平，你这个命题就是个假的，就是个骗的嘛。他另外再讲一个，他又抠出民主啊，说台湾民主怎么样这样？他民主有2层意义啦，说我们台湾是内部是民主，对岸是并民主。我在台湾从当年党外走到现在几十年，台湾的民主被你们民进党完蛋到什么地步？我们台湾老百姓真的能够做主吗？你什么样的民主还在那边做一种对照？第二个，就算民主，你就讲说还跟民主国家阵营，包括美国的，现在所谓的先进国家这些美国式的民主，已经臭不可闻了。你这些所谓的民主的盟国，你在俄乌战争，你看到他们在干什么事情？在后面煽风点火，送乌克兰上战场，所以他又把民主这个招牌拿说可以维护和平。不管实力原则，什么民主招牌，全部都不能够保障和平。所以你再怎么洗都没有用，台湾老百姓心里还是怕得很。你上来就是战争的开始。
赖教授怎么看哦？因为这个是在访美前夕哦，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样接受专访。访美前夕特别要撕掉所谓台独金孙的标签，应该是有其特别需要包装的目的。他是台独啦，他是台独金童啊，是，他已经不是孙子了，他是童子啊，不是他从孙子提升到童子啊，所以他是台独金童，他还是台独啊，还是孔金门呢？金童对啊，他还是台独金童啊，他还是台独，他洗脱不了他台独的这个标签，他不是标签，他整个细胞就是台独。你看他所有的讲话就是台独的讲话，所有的论调就是台独的论调。不过我觉得他的知识不足，不配当台湾的领导人。为什么说不配当台湾领导人？他说土豆啊，那是大陆在用语，我们台湾不用这个用语。他说土豆在大陆叫做马铃薯。大陆的海南也用土豆，福建啊、闽南也用土豆，还有潮州、汕州那边也用土豆，所以大陆也南方地区也用土豆。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如果要讲马铃薯，在大陆它就是用土豆。那问题在台湾，我们讲国语就是用花生嘛，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嘛。你就可以知道，他说，土豆就在台湾用不对哦，大陆也用哦，所以你到底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你跟我们讲清楚，因为你说你在台湾你用土豆，那你是海南人，还是你是潮汕人，还是福建人？其实他就是应该是福建人了啊，他是应该是福建的后裔，我想这应该是比较明白的。那他不用去装他是日本人。不过我坦白说，我对麻生太郎我是很有意见。日本人殖民台湾50年，第一波屠杀啊，我妈妈有跟我讲了很多的日本人在台湾的恶行恶状。第一波大屠杀，杀了几十万的台湾人；第二波镇压；第三波开始用比较柔性的统治，可是把台湾人当成二等人，台湾人根本不是人，他们就这样统治了50年，迫不得已，然后呢离开了台湾，内心里面舍不得这块肉，跑来台湾主张台湾要战争要打仗，坏透了。坦白说，很不礼貌，跑到台湾来要台湾人去打仗，然后他没有跟台湾人道歉，他的祖先很多是军国主义者，都是侵略过台湾人的，到今天为止没有跟我们台湾人道歉，来这边大摇大摆的走，到目前没有跟我们台湾人道歉，可恶至极啊！我个人是觉得赖清德说我们没有要反攻大陆，不对，你是没有能力反攻大陆，你是没有本事反攻大陆，你一点能力都没有，你也一点本事都没有，所以你根本不想也不敢去想的。我觉得我对于很多移民到美国去的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选择环境那么的自由。是，那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考量。他可能在美国读书，然后刚好找到一个很适合的一个工作，而台湾没有办法提供给他那样的一个工作，他就留在美国，很好啊。他可能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台湾有这个机会了，他回来了。可能一段时间以后，他想家了，他回来了，我们都欢迎啊。所以本来住在台湾也好，住在美国也好，我们都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最讨厌的是什么？每天满嘴在台湾讲爱台湾，然后每天满嘴要为台湾的独立而战，可是却把他的孩子送到海外去。我对这种人我最厌恶，我最讨厌。你每天讲要在台湾打仗，就把孩子家人都带回来，跟台湾共生死嘛？怎么可以讲一套做一套呢？送别人家的孩子，送别人家的孩子去上战场，自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把自己的孙子送到国外去，给自己留一个后路。必要时候逃难的时候，还可以去跟着他的儿子、孙子过日子。移亲嘛。我们台湾呢？我们一般人呢？严老师。我想第一个，这个台独金孙啊，或者改成政治金童啊，那美国的政治里头常常讲政治金童。但是政治金童大概不会超过50岁吧，40岁已经差不多。很少自己称呼自己已经60多岁了，不要再说自己是 Golden Boy 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政治金童人家是一个年前克林顿被叫过，
但是是被称呼，很少自己说。克林顿31岁嘛，还32岁就当了阿肯色的州长，因为年轻有为才会被称这个称呼嘛。而且克林顿就30多岁到50岁左右，不到40岁，40多岁不到。他说被一个政治这个参议员说，他说这个是美国第一个在3个不同的时代啊，就是70年、80年到90年都是 rising star。对，哎，你已经60多岁了，你不是政治金童了，拜托啊！这是第一个我想讲。然后讲这个土豆的啊，我特别要讲一个，我们跟大陆有很多翻译都不一样。那我自己做非洲研究，翻译都不一样啊。譬如说，我们在台湾讲的一个国家叫狮子山，那大陆那个就按照英文念 Sierra Leone， 它就念塞拉里昂，这是翻译的问题。然后象牙海岸啊，他们法文嘛 Côte d'Ivoire， 它就是科特迪瓦。你知道我们的绿色的电视台播的时候，有时候照播大陆的名词，他们非洲也不好好研究，用大陆的翻译，我还在这边死守台湾的翻译啊，我从来没有用大陆的翻译啊，他们每次都用，我每次都想打电话进去骂，说你们怎么会用对岸的翻译啊？你们不是最讨厌的吗？所以我觉得话，有的时候有些人连查都不查证，比我们还真的是更糟糕。那你说土豆这种东西用，真的会有的时候会讲错，可是大部分大家也知道你在讲土豆的时候，大概是在讲什么东西。譬如你今天在餐厅里头吃东西，你大概就不会说这土豆丝就是马铃薯啦，大家都会知道。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那麻生太郎这个，我也觉得说，就是最近不是TVBS 翻译的那本书一触即发吗？那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去想一想，这个美国的前任国防部长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当然对他批评很深，因为是他要求我们好像要这个把兵役延长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自己在这本书里头就讲，他从陆军部长到国防部长，怎么样整顿美国军武。美国喜欢打仗，他去搞。然后他讲了一些条件，我觉得我们虽然我们不以人废言了，他讲的这些话，那麻生今天讲的这些贺主什么的，我们今天自己检讨一下。他说讲了几个，他说你的时间跟资源是否足够训练部队达成上面交的任务？时间我们不晓得2026、20什么哪一年，对不对？第二个，部队官兵人数与专长是否能够遂行任务？所以人数就是他要我们做的嘛。第三个，部队的装备数量跟型号是否能够达成任务啊？就是你的装备啊这些，不要大家是老旧的。最后一个，部队是否能够维持装备在堪用水准那这些我觉得我们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听麻生太郎，真的要听这个美国的这个谏言，那我们就做这些准备。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避战，不要像赖清德每天在讲这些台独，大家没有人不知道他是台独，你怎么写也没有用。我觉得他自己以前觉得这个是他的光荣，这是他的 trademark 这个的标签，他要挂在身上，变成羞耻。现在他不敢挂了，要换一个，所以我觉得不必嘛，对不对？你这个个性就是如此，干脆就挂下去。你这样子还不够真，我们喜欢比较真的人。是